日前，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发言人列舍特尔尼科娃在2021年莫斯科航展期间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方面已经向印度提供了一份供应21架米格29歼击机的商业报价，目前俄方已经将商业报价转给印度伙伴，等待印度方面的回应。值得一提，此前印度国防部曾表示，将计划从俄罗斯采购21架米格29，以及对空军59架此类战机进行现代化改造，交易总金额高达9.84亿美元。这些年来，印度为了发展国防建设，增加本国军事实力，不断从美俄等军事强国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在印度人眼里，印度也是军事强国，所以一边斥巨资花钱买别国武器装备的同时，还妄想加入联合国武昌，觉得这样才配得上印度大国的身份和印象。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迅速崛起，让印度非常嫉妒。在此背景下，印度为了登上美国的战车，开始与中国作对。当然，印度也是变相借着美国的支持，光明正大的对付中国。现在俄罗斯和印度达成武器合作协议，还是在中俄关系越发密切的情况下，让不少人质疑中俄友谊是不是真的？难道俄罗斯对华友好仅仅只是个幌子吗？面对这样的质疑，包括国人在内的外界都应该看清一点。国与国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确实，中俄关系很好，可是俄罗斯需要面临的域外势力并不比中国少。与中国一样，俄罗斯同样被美国视为眼中钉。印度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的重要武器买家。印度购买大量的俄制武器，让俄罗斯获得了不少的收入，缓解了经济压力。倘若这个时候俄罗斯拒绝跟印度做生意，那无异于是把这笔好买卖推向美国。所以，即便是向印度出售武器会引起东方人的不满，俄罗斯也断然不会放弃这块上等牛排。话说回来，印军引进的战机也并不是新款战机，对我国构不成什么影响。因此，我国人对于俄印达成武器合作协议一事，不仅没有反应，反而底气十足。哪来的底气？自然是如相关军事专家所言，普京把莫迪当成自己人了。除了此次事件以外，传言俄罗斯方面将派出新型多用途战机米格35S参加印度国防部110架战斗机招标。俄罗斯把米格35S吹得天花乱坠，什么价格便宜，一架顶好几架用。俄罗斯把自己都没装备过的米格35S推给印度这个冤大头，不就是把印度当成自己人了吗？但凡有点好东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印度。既然印度人傻钱多，俄罗斯干嘛不好好利用一下这个提款机？而俄罗斯向印度出售的武器既对我国构不成影响，我国为什么要理会？此前，德国国防部长康坎鲍尔在接受相关采访时透露，德国军方将在8月份派巴伐利亚号巡防舰到印太海域巡航，强调这艘军舰将刻意避开敏感海域。针对康坎鲍尔的说法，近日台当局驻德代表谢志伟在接受德国媒体的采访时对此进行了批评。谢志伟声称，对德国政府的做法非常不理解，因为这艘巡防舰就应该通过台海峡向中国大陆展示所谓航行自由的信号。不仅如此，他竟然还鼓噪德国应该效仿日本，与台当局站在一起面对中国大陆的威胁。很明显，又一个国家政客想试图在台海问题上搞事情。这些日子以来，台海局势日益紧张，美国及其身后的跟班接连发表涉台言论，派出军舰军机在台地区展开军事活动，以借此与中国大陆作对。对于美国来说，所有盟友干涉台海问题，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可以遏制中国发展，阻止中国统一，无异于是一举两得。而对于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来说，不管他们是借着美国对付中国，还是心甘情愿地当美国对付中国的棋子，迎接他们的只会是惨痛的下场。中方多次强调，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地区以及任何国家都无法阻止的。美国及其盟友加大力度干涉中国内政，只会加速解放军统一大业的进程。哪怕这些国家的立场再坚定，也无法动摇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如今谢志伟鼓噪德国效仿日本，在外界看来等于赌上德国国运，效仿日本，可日本又有什么好下场呢？据德国媒体的报道称，德国与日本由于二战的历史因素，在安全政策上经常被相提并论，两国一直都是走中间路线，重经济利益，轻忽台海等议题，不敢得罪中国。虽说现在日本改变了态度，在防卫白皮书首次提及台地区的稳定性，副首相麻生太郎海洋也要与美国一同保台，但这并不妨碍日本作死。仗着美国的撑腰，日本才敢叫嚣中国。可一旦惹怒了中国，就算是美国，解放军也丝毫不带怕的。如今抱团踹中国大门，是想逼解放军动真家伙吗？中国不想用武力解决矛盾，但是到了必要时刻，也不会心慈手软。现在域外势力涉台言论越来越多，倘若中国再不有所反应，未来触及中国底线的举动势必会更多。因此，在分析看来，既然日本、德国等国家自己跑来送死，也正好给了解放军可以一锅端的机会。趁武力解决台海问题之际，给这些域外势力来一个重击，打到他们不敢再来挑衅中国。总之，中国不是以前的中国，不会再任人欺负。
在美国前期炒作多次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终于要来中国访问。在7月25至26日，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谢峰副部长将和舍曼会谈，之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也将会见舍曼。然而在谈之前，美国又暴露了嘴脸，注定无功而返。在21日美国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普勒斯声称，他将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会谈，还表示将与中国官员坦诚交流，同时推进美国利益和价值观，并负责处理极其重要的中美双边关系。从实力地位出发、负责、美国价值观等一系列措辞，足以表明美国有多傲慢，注定不是一个和谐的会谈。很多人对从实力地位出发这句话并不陌生，在今年3月中美阿拉斯加会晤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曾用过同样的措辞，当时被杨洁篪委员怒斥，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讲话，还强调20-30年前美国就没有这个地位，因为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上次被戳肺管子还不服，这次非要用同一句再找一次骂，这种态度来会谈还有什么意义？美国所谓的实力地位，难道就是靠发债掠夺世界过日子的实力吗？美国霸权思维延续多年，所以在国与国交往中总想压对方一头，以便蛮横的薅羊毛。而舍曼此行目的，相信很多人都清楚，中国谈不谈都可以，是美国非要上杆子来谈，这就是美国当前的实力和地位。美国究竟还有没有实力，已经被美国财长扒掉了底裤。美国财务部长耶伦最近在接受《纽约时报》时表示，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伤害了美国消费者，实际上增加的关税是由美国消费者买单。他还表示，预计未来数月美国将出现快速通胀，美联储日夜思考通胀问题，尤其是在美国通胀逐步抬升的情况下，对华关税更是增加美国通胀压力。美国想取消关税，但无奈前期宣传太高调，现在下不来台，很有可能借此机会促成取消关税的会谈。不仅是取消关税，可能还想让中国出口商品不要涨价，从而稳定国际物价。此外，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也表示，美国可能在今年10月或11月面临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美国公共债务规模已经突破280万亿美元。无论是美国财长还是美联储的表态，都表明美国最清楚主动权在我们手上。然而，美国却还是想以实力地位出发逼迫中国，无非是为了国内政治作秀。要谈成了，你看中国低头了吧？谈不成，你看是中国要搞我们，继续施压制裁。但我们也有一句话送给美方：谈我们大门敞开，打我们奉陪到底。大家都知道，目前我国已进入双航母时代，所以第3艘航母何时面世也让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关注。辽宁舰的面世意味着中国有建造航母的基本能力，而山东舰作为我国独立自主建造的航母，则代表着我国已经拥有了非常成熟的航母技术。而第3艘航母的出现必将给世人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最近，作为美国智囊团之一的国际研究中心发布了一张卫星照片，这张照片中展示了上海船厂003型航母建造中的卫星图片。这张照片的公布也不禁让人想起曾经台军前参谋总长黄曙光的一番话。黄曙光认为，第3艘航母成军之日就很有可能是两岸统一之时。作为曾经的参谋总长，黄曙光就航母的有关言论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任谁都清楚，航空母舰是海上力量的代表，也是两岸统一的关键。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航空母舰确立的海上霸主地位至今已有70多年。至今，地球上还没有出现能取代航母的有效力量。亦因如此，美国才能依靠11艘航母战斗群，游弋世界4大洋，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所以，如果要实现两岸统一，同时还能对敌对势力形成有效震慑，让其不敢轻易出手，那么中国拥有多少艘航母就变得至关重要。当下，中国已经有2个航母战斗群了，如果再加上1个航母战斗群，那就基本上可以保证海上双航母编队作战的能力了。届时，区域拦截能力将进一步提高，收复台湾的力量和信心自然会大大增加。到那时，3个航母战斗群往台湾东部一停靠，那威慑力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最近在回答有关台湾的所有问题时，外交部用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两岸一定要统一，也一定统一。这句话足以表示大陆的决心与意志。需要知道的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岸已经分离了72年，曾经的实力还不够强大，无法跨越台湾海峡，现在却已不再是问题。有分析认为，大陆之所以迟迟不采取强硬措施，一方面是给台湾一个主动的机会，另一方面则是找寻更好的时机。就像是今年，如果我国的第3艘航母与大家见面的时间正如官方所预告的那般的话，那两岸统一怕是就在今年了。